2023年最新王炸级电影震撼来袭，该片根据美国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一经上映就在海外口碑爆棚，烂番茄新鲜度高达 96%， 创近30年最高评分纪录，甚至有专业机构预测他将是今年的奥斯卡得主。与此同时，这也是小李子雷昂纳多和奥斯卡影帝罗伯特·德尼罗第一次同台飙戏。虽然电影时长长达3个半小时，但却能让人憋着尿一口气看完。而这部史诗级的精彩故事，还要从小李子扮演的怀特说起。刚刚退伍的怀特为了生计，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投奔自己的叔叔威廉。只因这里有住着全美最富有的印第安人，因此在那个年代，许多白人争先恐后的慕名而来，通过和当地人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很多年轻白人的梦想就是能娶当地的印第安人为妻。然而在19世纪初，奥萨奇人还是一个落后的印第安土著民族，白人们把他们赶出了历代生活的土地。无家可归的奥萨奇人于1872年在俄克拉荷马州重新购买150英亩的土地作为保留地，这里曾是鸟不拉屎的荒芜之地。然而随着石油的发现，原本一无所有的奥萨奇人摇身一变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民族之一。2000多名奥萨奇人平分了这片土地的石油开采权，通过租赁开采权，他们就可以躺着收钱。富得流油的奥萨奇人就变得是金钱如粪土，他们穿金戴银，每个人都有好几辆豪车和私人飞机，有些奥萨奇人甚至因为汽车爆胎就会直接换一辆新车。怀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掘金之路。叔叔威廉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白人，虽然他租来的土地下面没有石油，但还是凭借着贩卖一些牛羊和当地的奥萨奇人打成了一片，并成为了这里的有钱人之一，甚至还被推举为下届警长的候选人。威廉给怀特介绍了一份轻松的工作，那就是给当地的奥萨奇人当司机，并且提醒他工作时要格外小心，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奥萨奇人被蓄意谋杀。虽然4年时间有60多名奥萨奇人遇害，但这些案件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件事一定是和他们手上的开采权有关。经过一番考察性的交谈以后，叔叔对刚来的怀特给予了厚望。第二天，身为司机怀特正式上岗，在广场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战友莫里森，两人一见如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而莫里森随后就向他炫耀，他的妻子凯瑟是一个纯血的奥萨奇人，这也意味着他已经彻底躺赢。怀特接到的客人是一个叫茉莉的姑娘，和战友莫里森的妻子一样，她也是一个血统纯正的奥萨奇人。虽然两人没怎么说话，但怀特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这天，叔叔告诉怀特，茉莉现在是单身，如果他感兴趣可以展开追求。虽然这只是一种建议，但在怀特看来更像是一种要求。叔叔告诉怀特，茉莉家里一共有5口人，除了3个女儿，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石油开采权。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去世，这些财富就会由活着的人继承。因此，如果怀特和茉莉结婚，这些开采权就有机会流入他们的家族。怀特根据叔叔的建议，开始主动和茉莉搭讪，凭借满嘴的土味情话，一向不苟言笑的茉莉成功的被他给逗笑了。之后两人的关系不断升温，茉莉送给怀特一顶价值不菲的帽子，并让他留下来吃晚饭。怀特则乘机开始疯狂的撩拨。You got nice color skin. I think you just pretend to be so severe. I bet you got a soft belly on the inside. 由于怀特的情话实在太多，茉莉将他称之为土狼，然后直接戳穿了怀特的心思。Oh, he wants money. 然而怀特也没有掩饰。Well, that money's real nice. It's real nice. Especially if you're lazy like me. I mean, I won't sleep all day. I don't want to get a party when it's dark. 茉莉听后没有说话，而是请他喝了最好的威士忌。然而茉莉不知道的是，怀特可不像表面看起来这样单纯温柔，他经常和狐朋狗友一起戴上头罩拦路抢劫有钱的奥萨奇人。由于对方根本不在乎这一点点损失，因此他们便可一直逍遥法外。然而在拿到钱之后，怀特会和其他的小混混一样，来到赌场一掷千金，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再次变得两手空空。因此只有快点和茉莉结婚，才能让他彻底翻身。茉莉是家里的2女儿，其中一个妹妹嫁给了眼前的这位白人史密斯。在姐妹们面前，茉莉毫不遮掩对怀特的喜欢。虽然妹妹提醒茉莉，怀特是为了他们的钱，但茉莉却一点都不在意。相比于妹妹的现实，姐姐安娜的想法却很浪漫。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将为这份浪漫付出惨痛的代价。不久以后，怀特就迫不及待地向茉莉求婚。茉莉同样没有说话，只是抚摸着怀特的头发，然后将他揽入了怀中。正如叔叔所言，这个民族确实不喜欢用语言表达情感。然而叔叔表面上和奥萨奇人友好，但他内心的想法却不一样。You stand, okay? I love this girl, Molly. Oh God, I really do think she's a lady. Well then, you found a wife. 他们按照当地的习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怀特也如愿地过上了躺赢的生活。
然而本该是热闹的时候，但茉莉的姐姐米妮却看起来非常的低落。叔叔威廉见状赶忙上前慰问，这才知道米妮患上了一种疾病，有可能命不久矣。原来奥萨奇人因基因问题会患上一种消耗性疾病，导致他们最多活到50多岁。叔叔用当地人的语言向茉莉的妹妹表达了祝福，然而一场阴谋却正在悄悄上演。果然没过多久，茉莉的妹妹便离开了人世。虽然丈夫史密可以继承开采权，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因为开采权要和活着的亲人平分。作为突然闯入的瓜分者，她对刚刚结婚的怀特非常不友好。叔叔威廉乘机提醒怀特要尽早为开采权做好准备，毕竟茉莉也患上了糖尿病，随时都有可能因病情恶化撒手人寰。茉莉的姐姐安娜嗜酒如命，经常在酒吧喝醉之后拿着左轮到处惹是生非，周围人对此事敢怒不敢言。威廉表示他这样做早晚会惹到不该惹的人。果然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意外，病重的母亲看到了一只猫头鹰，这意味着他即将离开人世。这是奥萨奇人古老的预言，他把自己看到的一幕告诉了茉莉，可没想到先走的人却不是他。宿醉的安娜前来参加家庭聚会，当时怀特的表哥布拜伦也在场。安娜一直在偷偷喜欢拜伦，于是便上前和他搭话，没想到只因拜伦不喝自己的酒，安娜就直接甩给他一耳光。眼看两人就要大打出手，怀特立刻站出来拉架，并顺势夺走安娜的左轮手枪，之后又把表弟推到了门外。没想到就在这时，表哥突然意味深长地告诉怀特，在几天前一个奥萨奇人被人暗杀，然后丢进了旁边的油田，警方没有找到凶手，但表弟认为是他的白人妻子干的。虽然怀特的心里隐隐不安，可他还是把安娜交给了表哥，并向妻子茉莉保证，表哥一定会将她安全地送回家。可没想到自那天以后，安娜就人间蒸发了。不久以后，人们在一处峡谷发现了她的尸体，茉莉在怀特的陪同下到现场确认。然而眼前的惨状让茉莉不忍直视，接二连三的凶杀案让奥萨奇人陷入了恐惧。然而当地的警方又迟迟不能破案，于是酋长将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认为是那些外来的白人在迫害他们的同胞，并一步一步地蚕食他们的权益。因此为了将这件事彻底查清楚，他们经过一番商议以后，决定拿出7000美元作为奖励，聘请私家侦探来帮他们调查。叔叔威廉为了表示对奥萨奇人的友好，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1000美元。此举果然赢得了奥萨奇人的好感。然而让怀特没想到的是，妻子刚刚去世的妹夫史密斯居然在和茉莉的最后一位妹妹丽塔交往。看来为了更多的开采权，大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这里每一个看起来友善的白人都是为了奥萨奇人手里的财富，这个殡仪馆的老板也不例外。他以高出市场价3倍的价格将一口棺材卖给了怀特。然而面对怀特的质疑，他却一点都不以为然。 When's the last time you seen one that Osage is working on? 甚至就在葬礼上，银行的人还在想办法瓜分姐姐留给他们的遗产。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姐姐安娜的棺材就被人炸开，然后拿走了陪葬的金银首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茉莉对这里的白人产生了深深的仇恨。这些不远万里奔赴这里的人，似乎都变成了贪婪而丑陋的丧尸。 I close my heart and keep what is good there. But hate comes. 绝望的茉莉只能寄希望于眼前的侦探，希望他能将背后的凶手绳之以法。然而调查的过程却毫无进展。当天晚上负责尸检的警官就被人当街捅死。侦探通过对表哥拜伦的调查，排除了他的嫌疑，因为他确实将安娜送回了家里。 Well, my brother's not a liar. 与此同时，已经和小妹妹丽塔结婚的史密斯也在暗中调查这起案件，并表示他知道凶手是谁。虽然这段时间茉莉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但怀特总会用特有的甜言蜜语一次又一次地讨得茉莉的欢心。甚至叔叔威廉还通过关系给茉莉弄来了一批胰岛素，来抑制糖尿病的病情。要知道当时胰岛素还没有正式上市，全美只有5个人能买得起。凭此事也可以看出奥萨奇人是何等的富有。然而让怀特感到头疼的是，打了几次针之后，茉莉却突然产生了抗拒心理。怀特非常生气，然后赶走了前来打针的医生。在发了一顿火之后，他终于说服了茉莉，答应让怀特帮他打针。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每次打针都会由怀特亲自动手。几年以后，茉莉的母亲去世，怀特和茉莉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的开采权由茉莉和妹妹丽塔继承。然而茉莉还没从悲伤中缓过神来，不幸的遭遇却再次袭来。这天晚上在睡觉时，怀特和茉莉被爆炸声惊醒。被炸毁的是妹妹丽塔和妹夫史密斯家的房子。由于炸弹威力太大，整个房子都被炸成了废墟，妹妹丽塔也被当场炸死。得知唯一的亲人也惨遭不幸，茉莉伤心的当场崩溃。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5口，此时就只剩下茉莉一人。之前调查的私家侦探也不知去向。痛不欲生的茉莉不顾怀特的阻拦，在3个孩子的注视下，孤身一人坐上了前往华盛顿的列车。凭借超能力和印第安组织的协助，茉莉顺利的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她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了总统，并希望总统能出手相助。没想到后来，总统果然因连环杀人案频发，成立了一支专门的调查小组。这
这支小组就是美国 FBI 的前身。经过2年的调查后，调查组最终锁定了2个和茉莉走得最近的白人，那就是怀特和威廉。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最开始一连串奥萨奇人的死亡，其实全部都是威廉的计划。表面上他是奥萨奇人的好朋友，背地里却为了自己的利益，派人杀害一个又一个的奥萨奇人。等看到帅气的怀特来投靠之后，贪婪的威廉便有了更加疯狂的计划。因为相比于那些蝇头小利，茉莉背后却是整整5口人的开采权，这笔财富可以让家族世代享受荣华。于是他首先怂恿怀特和茉莉结婚。等其中一个妹妹因病去世以后，威廉安排表哥拜伦杀掉了安娜并抛尸荒野，并制造了不在场证明。然而酒吧的一位老头却说出了真相，他们之所以让茉莉注射胰岛素，是为了减缓她的病情，好让茉莉一家的开发权能全部被他们占有。为了顺利的除掉丽塔一家，怀特根据威廉的安排找了一位杀手，可没想到他却擅作主张，让杀手顺便去偷他的车，然后他再去领保险金。Well, I just love money. It's true. It's true. I damn near love it as much as I love my wife. 然而这个杀手一点都不靠谱，偷了车之后被警方抓获。得知此事的威廉大发雷霆，狠狠地责罚了因小失大的怀特，因为这件事一旦被茉莉知道，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将功亏一篑。 That's it. Gone. 果然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事情开始变得顺利。怀特带人除掉了那位侦探，而威廉则亲自出马，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位擅长爆破的杀手，并制造了丽塔一家的爆炸案。在巨额财富的诱惑下，人性的恶被无限的放大。本以为小李子会演什么大人物，没想到只是个贪婪的平庸之辈。然而往往越是平庸，就越能产生骇人听闻的邪恶。茉莉从华盛顿回来以后，叔叔威廉为了阻止事情败露，让怀特在妻子的胰岛素中加入慢性毒药，但他却骗怀特说，只是为了延缓病情。Ernest, you believe in the Bible? Yeah. Miracles of old. Expecting a miracle to make all this go away. You know they don't happen anymore. 怀特按照叔叔的要求，定期给妻子打针，然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茉莉的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弱，就连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差。甚至在某一天的下午，他看到了母亲提到过的猫头鹰，茉莉感到非常的绝望。然而他对怀特却没有丝毫的怀疑，依然同意让对方给他打针。怀特被调查小组问话以后，惊慌失措地找叔叔威廉商量对策，可没想到叔叔却选择了回避。然而到了第2天，威廉就开始变卖家里的农场，随着相关人员的相继落网，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威廉想办法把自己摘干净以后，让怀特在开发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一旦怀特有什么意外，这笔财富会顺利的转到他们的家族，并表示如果怀特被捕，最多也只是走个过场。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让他们全身而退。最后他再三询问有没有暗示给茉莉打针，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胰岛素里面加的药水可能有问题，于是在被捕前，他先将药水倒入酒杯，然后一饮而尽，之后再将剩余的药水加入胰岛素，然后给妻子打了最后一针。妻子迷迷糊糊的醒来，给他说了最后一句话。等调查组找到茉莉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她要见自己的丈夫。好在调查组及时将她送到了医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茉莉才渐渐恢复了健康。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调查小组为她提供了人身保护。怀特被捕后本打算什么都不交代，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调查组找到了之前偷车那位杀手。看到这位杀手以后，怀特瞬间变得非常尴尬。他本想单独和杀手谈谈，两人一起对一下口供，但没想到杀手已经全部交代。怀特开始变得气急败坏，大骂杀手是个笨蛋，并表示叔叔威廉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然而杀手却表示 This is the plan. I'm sitting here because of his plan. 之后探员又开始给怀特施压，他表示威廉只是在利用他们之间的亲情，而怀特应该珍惜的是自己的家庭。其实不管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怀特已经对茉莉日久生情，况且他还是3个孩子的父亲。于是在提到自己的家庭后，怀特开始动摇了。 You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根据怀特提供的信息，他们找过的杀手相继落网。怀特配合探员站出来指认，杀手无奈只能全部交代。威廉得知自己即将被捕，居然主动到当地警局自首。与此同时，探员将怀特紧急转移，因为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他们担心威廉被起诉期间，怀特可能会遭到暗杀。果然，他们前脚刚走，那位偷车的杀手后脚就收到了威廉的任务，他让杀手杀了狱中的怀特，并表示之后会帮他越狱。被关押的威廉请来了一位记者，让他们大肆刊登他在当地的贡献，以及对奥萨奇人的善举。最终，这起万众瞩目的谋杀案在华盛顿正式开庭审理。可没想到，庭审一开始，威廉的律师突然站出来反对，表示他是怀特的代理人，需要和怀特私下沟通。He has been missing for 2 months!
And I have not had a chance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before he testifies. 法官迫于无奈询问怀特，然而怀特却表示他愿意和律师谈谈。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愤怒的奥萨奇人上前争辩，甚至表示要亲手宰了威廉，现场顿时陷入了混乱。法官只能宣布暂时休庭。然而怀特的纠结和矛盾才刚刚开始。在休庭期间，他们安排了怀特和妻子见面。茉莉虽然还是很虚弱，但相比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看到怀特以后，茉莉依旧和以前一样没有说话，只是把他揽入了怀中。本以为这次会面能坚定怀特的想法，没想到却被威廉再次打乱。律师请来了石油公司的大佬以及家族的亲友们，在利益权衡和亲情感化的双重压力下，律师表示不要相信探员的承诺，一旦威廉的罪名成立，怀特也脱不了关系，一样会面临谋杀罪的起诉。之后他让怀特改口，将怀特之前的口供改为调查组探员的屈打成招，这样他们才能想办法让他和家人团聚。此时妻子已经学会了自己打针，他是否知道怀特的所作所为，电影中没有明确的交代，然而怀特却选择向妻子撒谎。You know they beat me, right? They beat me. They tortured me. They kept me up for days. So I would make up these lies and say that my uncle did these awful things. I'm in my right way now. I'm in my right way. I'm not gonna say those lies. I'm gonna do the right thing. I'm gonna protect my uncle because he needs protection. 妻子全程没有说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家。怀特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因此他会很快回到妻子身边。Just make sure you're not alone. 甚至在被探员带走以前，他还故意大声给妻子表演。That's right. What I told y'all was a pack of lies. 妻子透过窗户目送怀特被探员们带走。怀特的翻供让庭审变得困难，而茉莉的小儿子此时也因患有百日咳离开了人世。儿子的去世让狱中的怀特彻底崩溃，他被允许去参加葬礼，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失去骨肉的滋味。痛苦的妻子依旧没有说话，只是抚摸了一下怀特的脸，看上去似乎对他非常失望。也就是在那天以后，怀特第一次正面拒绝了威廉，并表示他会出庭作证。 It's over. Please, don't fall away. I can't. I can't. Son, I can't. I love you, son. I can't be on him. 怀特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法庭说出了他受威廉指使做的所有事。妻子茉莉出席了这次庭审，并亲耳听到丈夫伙同威廉一个个谋杀自己的姐妹，试图占有他们开发权的犯罪事实，甚至听到了每一个作案的细节。虽然她曾经想象过无数种可能性，但这些话从丈夫嘴里说出，依旧让她感到无比的震惊。然而，当问起她和茉莉结婚的原因时，怀特表示 I met and married my wife because I picked her up in my cab. You didn't marry her because your uncle directed you to? No, sir. I love my wife because that's what happened to us when I picked her up in my cab. 此时镜头给到了台下的茉莉。事后两人会面时，怀特感到非常的羞愧和尴尬，只能通过聊孩子们转移话题。妻子问他是否说出了所有的真相，怀特非常确定地表示 My soul is clean now, Mom. It's a relief to me to be out from your old life. There's nobody get anywhere near you children. 然而随后茉莉又问怀特，他到底在药物里面加了什么？然而怀特却支支吾吾，不愿意回答。 My medicine. What was in it? Show me mercy. 怀特犹豫再三后，再次选择了向茉莉撒谎。 Insulin. 妻子听后彻底失望，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最终，怀特和威廉都被判处无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942年，72岁的威廉通过贿赂高层获得假释，活到80多岁，最终死在了疗养院。而怀特则在1937年获得假释，在犯了又一起抢劫罪后，被重新送回监狱。茉莉也在之后和怀特离了婚，50岁死于糖尿病。